在 CK 里，除了尖塔有其特别象征意义外，红瓦房几乎已成为此地的标配。至于墙壁的款式与颜色如何，已没那么重要了，反正旧了、坏了有需要再彩绘上去即可，因此形成了 CK 特有的奇妙之处。在 CK 旅游的30个小时里，除了在 Pension Tiffany 住宿外，其余时间几乎就是在旧城区与城堡区来回走动。福尔塔瓦汉旁的克鲁姆洛夫城堡早晚各去一次。至于旧城区里的巷道，宛如走厨房一般，期盼如此能真正见识到 CK 去除商业气息的真正样貌。无论是团客或是自助游的旅客，对于 CK 的第一印象不外乎就是克鲁姆洛夫城堡 Státny hrad Samexeski Krumlov。游程的方向与时间几乎就决定了此行的旅游品质。若能够顺着指示牌一横线13的参观方向游赏，即可避免有所遗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克鲁姆洛夫城堡之名可追溯到1240年至1242年之间，入口前的这些大树已充分展现出此的久远年代。这座集结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宫殿里有许多房间内部仍保有中世纪的装饰，以剧院或展厅的形式提供给当地办理艺术展览之用。进入克鲁姆洛夫城堡需经过一段护城河，借由河上的桥梁方得进入城堡内的第一广场。经过时纳闷桥边这些人在看什么呢？有什么东西如此吸睛，让众人踮着脚尖向外寻望呢？古代的城堡建筑必有护城河防卫。克鲁姆洛夫城堡自16世纪开始，不以水淹壕沟的方式护城，却在干涸的壕沟里饲养熊来进行喂树。这等新奇的想法，对于当初建构日本百大名城的武士们，或许还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吧。城堡内的一切似是而非，看似石砖砌成的墙壁其实是彩绘而成，以为是可以开和具实用性的窗户，却是为了视觉的左右对称而彩绘。过多的虚假彩绘竟然积非成是，让克鲁姆洛夫城堡因此而声名大噪，成了一座实实在在的彩绘之城。俗称彩绘塔的城堡高塔 Castle Tower 是 CK 的地标，6层塔身底下2层哥德式设计，塔身装饰始于16世纪，墙壁壁画彩幻影彩绘技法，利用色彩营造光影错觉，进而达到立体的视觉效果。绿色的塔顶搭配砖红色的塔身，红配绿的无敌效果，让人不多看一眼都不行。矗立在起伏山坡上高达54.5公尺的彩绘塔，塔顶为钟楼，是当地最高的建筑。免费进城登塔却需要额外购置票券，想要登高望远，必须爬上147阶各式阶梯，方能到达眺望小镇全景的最佳位置。登到塔顶，可以明显看出福尔塔瓦和贯穿小镇，将 CK 区分为左岸的城堡区及右岸的旧城区。远方哥德式尖塔的圣维塔教堂 Church of St. Vitus 亦同时纳入眼帘。城堡内庭四周看似灰色砖墙，其中灰色、雕花、窗台等均是以彩绘的方式呈现。为了求美观，讲求对称性，甚至在无法开窗之处，也以彩绘手法制造出窗户来，常令人瞬间无法辨识真伪。彩绘图案的寿命有其时间限制，故而时至今日，克鲁姆洛夫城堡的彩绘师每日仍以修旧如旧的方法进行城堡内的图案修复与彩绘维护。为了方便古代骑士可以直接策马入城，城堡内庭通往广场的骑士通道，宽广的通道及高大的门廊，处处看得到古代的绝妙设计，同时亦可以体会当时富国强兵之姿。除了克鲁姆洛夫城堡外，CK 另一者名建筑便是建于15世纪的石柱空中桥廊 High Bridge。巨大的石柱上架设了3层廊桥，时代更迭屡次加高成了今日的斗篷桥 Mantle Block。由外穿过斗篷桥的拱形石柱门通往旧城广场，除了单车与行人，其余车辆均不得入内。城墙上古代用来射击之用的孔洞，现在成了游客们以墙眺望 CK 美景的观景窗。白天城墙上的这些孔洞几乎无法得闲，很少有机会能见到没有赛人的孔洞。经由城墙的孔洞可以看到什么呢？福尔塔瓦和顺流旗下 Lovkapad Zamka 木桥横跨河面服务来往的民众。红瓦白墙的童话小屋一栋栋的矗立于地方，远处圣维塔教堂高耸的尖塔更让这幅美景达到高峰。克鲁姆洛夫城堡跨过斗篷桥后，有一块突出的平台，号称是观赏 CK 最美的观景点，当然也就成了众人拍到此一游照的最佳场所了。突出平台的角落更是大伙排队留影的最美自拍点。位置对了，
若是时间不对，也是白搭。由克鲁姆洛夫城堡望向旧城区是面东，午后东望可见美丽景致；若是上午眺望，则受阳光强烈直射，拍出来的照片一般来说就是死白一片。由旧城区经理法师桥 （Lesniki Most） 过来城堡区，没多久可以见到左侧一排阶梯向上，这是通往城堡第一中庭的捷径，亦为民宿主人推荐餐厅 Svej Restaurant 的前往路径。CK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彩绘刺猬城堡，除了2个人为项目外，环绕小镇贯穿其中的福尔塔瓦河，亦为 CK 的游客们提供了泛舟这项惊险刺激的运动。追溯自13世纪即已规划存在的旧城区，政治、经济与商业以市政广场 Namesty Svornosti 为中心向外辐射，广场四周围绕着中世纪以来的各式建筑，没有过多的装饰与繁杂的雕刻，温暖色调墙面的朴素石造房屋，充分表露出波西米亚浪漫的独特风格。立于广场的黑死病纪念柱更加深了此地的历史风情，成了游客们流连忘返的好去处。光线西斜，临近傍晚时分，原本人声鼎沸的街道渐渐安静下来。自中世纪即已存在的石砖街道上，原本熙来攘往、密密麻麻的观光人潮，顿时仅剩当地居民与住在小镇内的游客了。傍晚天色渐渐暗淡，白天立于斗篷桥上登高望远俯瞰 CK 美景，傍晚则可走到桥下，静静地欣赏这座建于15世纪的石柱空中桥廊，翘首赞叹百年古人的智慧与心血的结晶。15的月亮特别圆，一间间的商店已关门闭户，走在 CK 的石头路上，就像穿越时光隧道一般。进入眼帘的这些歌德、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式的建筑，立即将人引领带入18世纪的欧洲，让人有一种怀思古之幽情。